你可知道和喇嘛比试的道长是谁？不知道，看起来似乎就是个凡人。凡人？他要是凡人，这世间上就没神仙了。天可汗，看来这第一局是我吐蕃赢了。爱卿莫急，沈仙长还未出手，若是二人都祈雨成功，那就是平手。更何况这雨还没下呢。长老三生雨来，必然大雨倾盆。天可汗，请拭目以待。雨来，雨来！切，不就是连好赶上变天吗？嚷什么？看把你们激动的！你哪来的飞虫啊，凡人！什么？我与龙王约好三生雨来便降雨，这道士竟然能挥散雨云，这是什么修为？不对，肯定是凑巧。我再祈雨一次便是。雨来！云呢？雨呢？嘿嘿嘿，又变天了，看来我才是欧皇。多谢老哥提醒，不然小弟就铸成大错了。想跟沈仙长搞好关系，你只做这点事可不够。老哥教我。扶耳过来，你可知道为何我能成为地府魁首，而你却只能当个小小的龙王？因为你比我会巴结领导，我也想巴结，但没机会呀。眼前就是机会。魏征那种人物都对沈仙长毕恭毕敬，你和沈仙长搞好关系还愁没前途？你能不能从地方调入天庭任职，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。哇，老弟明白了，老哥，你就等着看老弟的表现吧。喇嘛祈雨失败了，我就算失败，大家也能打个平手，皆大欢喜。但我也不会祈雨啊。电视上那些大仙都是怎么祈雨的来着？他破了我的祈雨之法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等他祈雨时，我也施法阻挠他。下雨了。老弟，沈仙长还没开始祈雨呢。这不显得沈仙长道法高深吗？这他娘的是那道士求来的雨！沈仙长能耐这么大吗？快看沈仙长！这是台风过境了，台风眼里果然没有风，可古兰木没有骗我。沈仙长，快收了神通吧！快停手吧！这一局吐蕃认输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赢了？臭道士，这局算你厉害，下一局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大家都以为刚才那场台风是我搞来的，这误会有点大了呀。大唐果然有钱，能让龙王这么卖力。小僧不是输在道法上，是输在吐蕃的财力不及大唐上。虽然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但显然不服气啊！最烦这种输不起的。那我可得好好装一下了。哼，井底之蛙，你懂什么？刚才不过是贫道略施手段。既然你不服，那我就让你输到服为止。难道刚才真的是他呼风唤雨？他道行竟然那么高！哈哈哈哈！二位刚才的斗法着实精彩，下一局的占卜要如何比试？劳烦天可汗找来3个盒子，其中放置3样东西。我和道长站在盒子100步之外，占卜盒中之物。那只要找个托，提前得知盒中之物不就行了？哼，果然要开始找托了，我才不会让你得逞。所以，由天可汗来放置东西，想必足以服众。道长意下如何？好，那就由朕来放东西。朕定然公允，
不会偏私。沈仙长，大唐与吐蕃交好，你也不要太出风头了啊！谨遵陛下旨意。沈仙长，别赢太狠，多多少少给吐蕃留点面子啊！啊，老李怕让吐蕃没面子，暗示我下一局输掉。哈哈哈哈！朕已放完东西，绝无旁人看到朕所放何物。二位仙长可以放心开始比试了。大师眼睛瞪这么大，莫非真能看到盒子里的东西不成？小僧修得天眼通，双眼可看未来因果，自然可以看清盒中之物。哎，大师，你这哪是什么天眼通，分明是结膜炎，抓紧时间治治吧。刚才是错觉吗？为何感觉有一丝妖力的波动？这是大唐的王宫，遍布能人异士，怎么会有妖怪？一定是错觉。道长，我们各自将答案写到纸上，一起展示出来，如何？没问题。反正这局必须要输，那就整点幺蛾子吧。这范森果然厉害，竟然都写对了。但沈仙长写的都是什么？莫非是暗含深意？陛下怎么可能往盒子里放这些东西啊？沈仙长莫不是在玩笑？写出这种答案，沈道长莫非是在消遣小僧？哎，鲁提携拳打镇关西时不就这词儿吗？大家特来消遣你。嘿嘿嘿，是不是消遣不重要，大家高兴就好。第一个盒子半个桃子。那里面明明是个茶杯，小僧的天眼通不会看错的。随便瞎写都能蒙对，我也太欧了吧！第二个盒子一碗面条。我勒个去，这也能猜中？我是不是应该去买彩票啊？这里面肯定有诈，小僧才不信第三个盒子里是秃头小鸟。我放的东西明明都是喇嘛所写的那几种，怎么会变成沈仙长所写的这几种啊？小僧才不信第三个盒子里是秃头小鸟。我放的东西明明都是喇嘛所写的那几种，怎么会变成沈仙长所写的这几种啊？沈仙长道法通天，需要我们来做这些小把戏吗？一看你就不懂人情世故，难怪修炼这么多年还只是个野生妖精。那你给我说说，咱们把盒子里的东西变成沈仙长所写，真的是沈仙长的意思啊？不然呢？你这点眼力见都没有。你我的隐匿之法可以瞒过常人，但在沈仙长眼里，我们根本无从遁形。这点确实。我们进入皇宫，沈仙长肯定就知道了。但你想想，沈仙长可曾看过我们一眼？那个喇嘛隐约感应到我们的存在，还看了我们一眼。确实，沈仙长向来和善，不至于对我们视而不见。要求写盒子里的东西时，沈仙长为何突然发笑？那不就是想看看我们的表现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和沈仙长相处有这么大的学问，以后还请姐姐多多指教。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3个盒子都被我猜中，难道我真的是个天才？沈仙长神通广大，又让朕大开眼界啊！不知沈仙长可否泄露一二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陀罗尼长老的天眼通从未失误，这次却3次不中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爱卿言外之意，莫不是说朕与沈仙长联手作弊？对呀，老李可以安排人作弊。我能写中盒子里有什么，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真不是托。这太监八成是个魔术高手，有他配合，吐蕃能赢就有鬼了。
臣绝无此意，只是好奇沈仙长如何做到。臣可从未见过陀罗尼长老失手。那自然是沈仙长道法高深，我等凡夫俗子如何能愧得天机？老李这是在点我，跟我对词儿呢。啊，不错，刚才呢只是贫道略施小术，让几位见笑了。爱卿，3局比试，我大唐已胜2局，第3局还有必要比吗？天可汗，汉人有句话叫有始有终，臣觉得还是比完吧。哈哈，沈仙长意下如何？第3局下油锅，比吗？那就比呗，我没意见。下油锅我看过解密，不就是油锅里加醋，降低沸点吗？哼，这种小把戏，我当场给他们戳穿。沈仙长果然厉害，那臣去与陀罗尼长老商议第3局的比试。沈仙长在冲咱们竖大拇指，看吧，我就说嘛，沈仙长是要考验咱们，看来他对我们很满意。长老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！3局我们已经输了2局了。那新神的修为太强，小僧大意了最后1局，小僧要出绝招，帮吐蕃挽回颜面。你或许法术高深，但我这门法术可是世所罕见，我就不信你还能赢。今日与沈道长比试，让小僧深感技不如人。第3局原定比试进油锅，以沈仙长之修为，想必早已练就不坏金身。喇嘛说什么呢？莫不是准备直接认输弃权？沈仙长，小僧将施展最强绝学，你可敢一较高下？喇嘛这是哪门的绝学？耍流氓专用吗？这便是小僧的绝学，无中生有，兵器为冰。毫无花哨，将周围的水汽凝聚成冰，好厉害的喇嘛！若是运使5行法术凝聚成冰，不足为奇，但他不靠5行相生，纯靠内力修为凝冰，确实堪称绝学。你刚才那么大阵势，就弄出块冰？不靠法术凝冰，沈道长莫非也行？哼，不就是制冰吗？让你看看我绝命毒师的厉害。Let's cook。哼，不就是制冰吗？让你看看我绝命毒师的厉害。Let's cook。嘿嘿，作为老牌铁粉，终于有机会说出这句台词了。沈道长，你刚才说来此库克，这是什么口诀法门吗？也是，绝命毒师太老了，现在看过的人都不多，更何况唐朝的人。哎，不就是制冰吗？要多少有多少。沈道长，小僧可是不靠法术凝冰，你不要试图混淆概念。那我能让随便一个人凝冰，也行吗？沈道长莫要胡说，凝冰若是如此容易，小僧苦修几十年，岂不是个笑话？你随便选一个宫女，我让她当着你的面制冰，看你还说什么。好，小僧就要看看沈道长如何让凡夫俗子制冰。这表现好机会，但是只有爸爸，我尽力。这些确实都是凡人，毫无修为，姓沈的真的能让这些人制冰？这其中肯定有诈，绝不能按照他的意思来。沈道长，你在做什么？莫非是在搞什么手脚？大师只说不让用法术凝冰，可没说不许往水里加东西。再说，你见过搞手脚加桃李瓜果的？水里感应不到一丝法力，小僧倒要看看他要如何凝冰。沈仙长，
治兵的人选由小僧来担任，如何？你来，你行吗？沈道长找人治兵，难道必须是宫女？如果需要，小僧可以穿女装。要不要牺牲这么大？这是比治兵，不是比治战啊！想想就觉得可怕，随便吧。那就劳烦大师搅动这缸水。大师，这水可凉，你要不换成木棍？沈道长不必担心，小僧金刚不坏之身，区水寒，不足挂齿。哼，猫腻8成就在木棍上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大师，要是胳膊冻得受不了，赶紧拿出来吧。此水虽寒，但比起我雪域的含糊冷泉，还差了点。真的结冰了！继续搅拌，冰会越来越多的。缸内的水毫无异常，既然真能凭空凝冰，这等奇事闻所未闻。这道士难道是天神下凡不成？嘿嘿，该是吃果子的时候了。吃果子，在他眼里，大王和我不就是随时可吃的果子吗？他要杀我们！小僧认输，吐蕃认输。搞什么啊？大王，日落雪山，风起云散。这是长老与我约定好的暗语，表明有大危机，要即刻离开。天可汗，我吐蕃认输，就此离去。我不去捞个水果吗？那喇嘛怎么这么大反应？这些呢是冰镇过的水果，现在吃正合适。朕还没在这个时节吃过冰得如此透彻的桃子。今天沈爱卿扬我国威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沈道长太厉害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？龙佑道800里加急！龙佑道毗邻吐蕃，松赞干部刚才又行为反常，莫不是吐蕃边境有异动？真是胡闹！不过是龙佑道出了只体型巨大的白猪，当地官员竟然当成祥瑞，还800里加急来告诉朕。白猪？我记得白猪可是1974年才传入我国，经过配种繁育，解决了我国的吃肉难问题。若是现在就有，那岂不是能实现吃肉自由？真是胡闹！不过是龙佑道出了只体型巨大的白猪，当地官员竟然当成祥瑞，还800里加急来告诉朕。白猪？我记得白猪可是1974年才传入我国，经过配种繁育，解决了我国的吃肉难问题。若是现在就有，那岂不是能实现吃肉自由？陛下，这白猪呢，确实是祥瑞，恳请陛下能准许臣前去将白猪带回。区白猪竟值得沈仙长如此对待？自然，这可关乎百姓民生之计。既然沈仙长如此说，那朕就准了。沈仙长准备带多少人前去？不过是带头猪回来，不需劳师动众，臣自己去就行了。长乐，朕记得你还从未去过陇右道吧？不如跟沈仙长去见见世面。沈仙长，我可以随你一共前往吗？我肯定不会碍事的。公主乃千金之躯，怎么可以奔波千里啊？且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若同行，一路上恐多有不便。好吧。长乐，朕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公主别失望，以后我再带你去更多更好玩的地方。真的吗？那我们一言为定。沈仙长乃当世活神仙，长乐若是能嫁与他，也是一桩美好姻缘呐。道长要去陇右道，带我去吧。道长要带也是带我去，带你能干嘛？能啊！臭不要脸！
我怀疑你们在开车，而且证据确凿。道长，带奴家去吧，路上奴家可以伺候你的衣食起居，还能给你暖床。想想似乎也不错哦。道长才不是随便的人，还是带我去吧，我能帮道长打点路上的一切事宜。我会做饭，我会做衣服，我会认路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多技能？重修技能树了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不管谁去，另一个肯定不乐意，还是都别去了。道长，留下好好看家，我大概半个月就回来了。沈仙长，小的是朝廷特意给您安排的车夫。有劳了。仙长，请务必抓紧这里。这不是马车吗？车里搞把手做什么？沈仙长，上了我的车，你就是我的家人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出发喽！有没有搞错？马车还做出推背感了？赛博朋克马车吧？不行了，憋死我了！嫦娥公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父皇准许我出宫，我就特意安排了全长安最快的车夫带咱们出来。原来车夫刚才说的特意是这个意思。不行，公主你没带护卫，跟着我出去，万一有坏人怎么办？我得送你回去。车夫，掉头回长安。仙长，我们已经离开长安城100多里了，赶回去可不容易了。什么？仙长，父皇说了，有您在，天底下没人能伤到我，您就带我去吧。行吧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能和沈仙长一起出游了。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仙长和公主去村子里借宿了，咱俩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。老伙计，怎么了？好了，别闹，我这就给你弄草料去。怎么回事？这村子没人住吗？仙长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村子阴森森的呢？仙长，我害怕。公主不必害怕，只是房子年久失修，掉下来块破瓦而已。哦，只是个破瓦呀。仙长莫怪，刚才长乐失态了。公主莫怕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的。仙长莫怪，刚才长乐失态了。公主莫怕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的。对呀，有仙长在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足为惧。前面有座庙，我们晚上就去庙里休息吧。奇怪，村子里没人居住，这庙却很干净，像是每天都有人打扫。仙长，这佛像怎么用布蒙着？可能是这里的风俗吧，咱们就别好奇了。公主，我去后殿找找看，有没有能当做被褥的东西。今晚咱们就在这过夜了。好的。后殿竟然有干净的被褥，想必是这里的僧人留下的，还以为只能睡石板地呢。不愧是仙长，在这种地方也能睡着，我可不敢睡。公主要是睡不着，那我们就开卧谈会。当初啊，我最喜欢和舍友卧谈了。卧谈会？那是什么？就是闲聊，用你们的话讲，叫促膝长谈。好呀，我也早就想和仙长好好说说话了。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学知识吗？正好跟你讲。几何常用的几个定理呢，就是这些。我再跟你讲点别的。果然不管哪个年代，数学都是催眠神器啊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我从没想过会有一天，我在唐朝
能和大唐的公主一起在一间破庙里过夜。唉，渺沧海之一粟，哀无声之须臾。我还有希望能回去吗？仙长，我昨晚上睡着后没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？没有，公主你睡得可香了。啊，车夫和马车呢？莫非有人谋财害命？谋财害命？俺的劫财，你的劫色。仙长，救命啊！要是有人谋财害命，我们是不是也有危险？仙长，快施法带我飞走吧！似乎吓到公主了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我哪能带你飞呀？又不是开黑五排，还是先让她冷静下来吧。公主莫怕，或许是马惊了，车夫去追马了。真的吗？刚才明明是仙长你在怀疑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大唐国泰民安，难道还能凭空出现一群强盗不成？刚才啊，是开个玩笑吓吓你。就在那儿，快呀，快跟上！我这算是乌鸦嘴吗？仙长真的有强盗！生面孔，哪来的外乡人？快救我哥！再不快点，我哥哥会不会被树吃了？吃了，大树吃人？闻所未闻，世间竟能有吃人的树，这不是神树吗？村镇说了，这树附近可是禁地啊！啊，我这是进去了吗？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到神树附近玩了？我和哥哥路过，听到有声音，好奇就……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弟弟快看，树上有个钱袋。那钱袋鼓鼓的，里面肯定有不少钱。哥哥，这好像是神树禁地，村正说过。嘿嘿，有了这钱，我们就能吃饱饭了。哥，我们拿了钱袋就走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！哥，我哥哥就在那树洞里，你们快救他呀！啊，这该。村镇再三嘱咐，神树禁地不容侵犯，可别冒犯了树神，到时候村子就真的完了。你们，恳求仙长施法救人。交给我吧，我才不信什么树吃人，肯定是孩子贪玩掉进树洞里，怕被大人责怪，编出来个瞎话。哎，外乡人，你干嘛？自然是上树救人啊！放肆！快退回来，莫要触怒神树。没错。快随我等去祭拜，祈求树神宽慰。咦，大树吃人，走进科学都不敢这么办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树怎么吃人。何人在禁地喧哗？不想活了吗？见过村正。村正，尔等不去庙宇祭拜树神，反来叨扰，就不怕树神降罪吗？田娃子喊我们来救他哥。虎子应该被树神吃了。村正，救救我哥吧！我只有他这一个哥哥呀！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树神慈悲赠予的，我们只要虔诚祭拜。混账！他怎么上去了？